同时倒地，这个伤口比较这个流血量太大了。我们看看，应该是哇，这个口子开的实在是太大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中国选手大开杀戒，把对手打得满脸鲜血，顶着10公分的伤口泪洒当场？原来在赛前，这位外国选手竟恶意敲中，同时嘲讽中方选手，完全把擂台规则放在眼里。对此，中方选手吕振宏也是霸气回应：赛前因为对手体重没降下来的原因，差点放弃这场比赛。对手，我说没事儿，抄一抄无所谓，当然继续打就可以。所以，因为我想拿到这条锦标赛，所以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。因为这个叶夫根尼在赛前称重的时候是严重超重啊，对，是应该被取消比赛资格的。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场比赛是一场中俄大战。这边出场的就是刚才严重超重的俄方选手叶夫根尼。在这场比赛中，他直接超出了3.8千克，完全不把对手和擂台规则放在眼里。这个体重已经跨越到下一个量级，在赛前就已被判定严重违规。本来要取消的比赛，在中方选手吕振宏的强烈要求下才得以保留。主要还是因为吕振宏为这场比赛准备了许久，在最后一刻被取消，实在太过遗憾。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能够啃下这块硬骨头。另一边，这个叶夫根尼不但严重超重，还羞辱中国选手，称来一个中国人他打一个，来2个打一双。本身就超重的他更是信心十足，叫嚣着要把中国人打进棺材里。如此嚣张的选手，我们中方选手吕振宏自然不能放过他，一定要让他尝尝中国功夫的厉害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正式开始，吕振宏对阵叶夫根尼。本场比赛的话分为3个回合，每回合5分钟，也是一场超长时间的持久性大战。本场比赛，蓝方选手为吕振宏，蓝色裤子来自中国；另外一边，红方选手叶夫根尼，红色裤子来自俄罗斯。第一回合，两人不断的试探，双方换腿，不断低扫。我们能够看到，在第一回合中啊，还是打得比较谨慎的，毕竟对手啊超重了这么多，吕振宏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单从块头来看的话，吕振宏个子要高一点，不过对手的肉是要多一点的，毕竟超重了3.8千克。这几斤肉啊，就能帮助他成为抗打的一个资本。低扫不断追打，现在叶夫根尼拿到擂台的中心，吕振宏也没有放松警惕，两人在争夺比赛的主动权。换拳，吕振宏示意说地下有点滑啊，这应该是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水痕。比赛继续。我们能够看到啊，这个俄国选手他这一个鸡冠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有个性，很少能够在赛场上看到如此奇特的发型，看起来跟山鸡一样啊。他是俄国扛把子，他的外号呢也是叫做坏男孩，搭配上这个头型啊，确实也非常合适。我们能看到两人在细节的换拳，近身拼力搏拳，看谁能拿到一些机会。叶夫根尼转身边拳，他想打个提前量，吕振宏没有中击，很聪明。侧踹，我们能够看到两人的出招还是非常相似的，都有点脾气，对手出什么招数我就出什么招数，在你熟悉的领域击败你。吕振宏这场比赛也是立下了誓言，要狠狠的教训下这个嚣张的叶夫根尼。吕振宏要把手拿高一点啊，而且要盯准对方的动作。侧踹不断踹到，吕振宏还在需要角度，很谨慎。正面换拳，同时撂倒，非常巧合，两人同时倒地，站起来很快。对手是拿到了吕振宏的脖颈，拿到脖子之后，往地上一压，吕振宏上位的压制，上位砸拳，小心头部被对手牵制住。漂亮，我们能够看到吕振宏上位非常的空旷，没有任何的限制。对手又来了，想抓胳膊来十字裤，吕振宏反应很快，拿到对手的后背，往身后一躺，现在从背后缚住了对手。看一下下一步的布置，下一步的动作，要看一下两人的手部动作了。吕振宏先砸拳，砸拳消耗一下对手的体力还有耐心。第一回合还剩1分半，
吕振宏还有时间来完成这波裸脚的布置。我们能够看到，对手拼了命的挣扎，同时啊，头上的伤口也是渗出了鲜血，漫到了吕振宏的脖子上。两人调转了一下身位，不断在移动。吕振宏这个位置非常好，双腿是架在对手的身上，这样不消耗自己的体力。叶夫根尼呢，要一边防守吕振宏的进攻，还要一边依靠腿部来蹬开距离，寻找一个挣脱的机会。我们可以看到吕振宏的嘴上啊，也是染到了鲜血。最后的50秒，叶夫根尼是拿到上位，但这个位置不太好进攻。吕振宏的挣扎力还是非常强的。现在是上位侧身位，吕振宏这个位置还在挣扎。最后的35秒，上位砸拳，在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看到叶夫根尼脑袋上的伤口，就是这个口子流出鲜血。可能有点头发还好一点啊，没头发真的是太容易受伤了。作为一个格斗选手来说，他这也算是一个劣势。10秒钟，上位砸拳，最后10秒钟，第一回合，两人在地面缠斗还是很激烈，想要拿脖子没给到机会，吕振宏拿到上位压制。那来到第2回合，在上一回合中啊，两人打的已经非常激烈了，同时在末尾也是给我们展现了一波地面格斗。在第2回合中，吕振宏的打法风格肯定会有所改变。在第1回合啊，更多的是示范漂亮，在对手出拳的瞬间补上一腿，这是一发迎击腿，前后手再加中扫，组合技非常熟练。在上回合中，对手脑袋出血了，我认为啊，瞄准的脑袋打，绝对是一个突破口。这头上完全没有一点防御，受力面积大，好击打。摆拳，拉开距离。吕振宏还是想靠自己的臂展啊，来拿到一些中距离的优势。对手虽然说体重比较重，但是个子不高啊，他这个臂展也没那么高。中距离还是我们占优。边腿，不断在拉扯，转身后蹬，这个位置很突然的一击，感觉可以抓一些机会。点膝高扫。吕振宏在第2回合中段还是很保守的。看看叶夫根尼还是向前压制，他占据了擂台的中心，但占据擂台中心，他的进攻没有什么有效进攻，那相当于白占领了。回到擂台的中心，吕振宏正面的1对1单挑，两人都在内圈，不敢出手啊。吕振宏在等待对手露出破绽，漂亮，后手迎击再加膝顶，大炮拳也打出。台下观众的欢呼声非常给力，大家也都明白这场比赛对吕振宏意味着什么，是他期待已久的冠军金腰带，也是他准备了半年多的一场比赛。临了了，对手突然超重，硬着头皮来打这场比赛。其实从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来对手叶夫根尼的一些小心思，要么你跟我打，我利用超重拿到优势，要么你就不跟我打，浪费你的时间，我自己跨量继续打别的比赛。这个选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阴险。在刚才对手的跳膝完成之后，吕振宏拿到上位，压制对手进入地面。不过这回合还没有看出谁有更加明显的优势。叶夫根尼的头部啊，鲜血再次渗出，刚止完的血又被打开了。砸肘，不断砸肘，刚才应该也是用肘打开了伤口啊。上位压制，只要保持压制，我们就有机会。砸拳，
只要保持压制就好了。先打腹，再砸手，肘击不断打到头部啊，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狠的绝招了。来了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的面部已经被鲜血染红，头部的伤口啊越打越大，镜头都不敢给切了，导播也害怕了。但在那一瞬间，我们能看到对手的面目全非。吕振宏在最后的1秒钟用一发凶残的重击终结了对手。这场比赛也是在第2回合中，用吕振宏的精湛技术将对手彻底打回老家。就是这波跳袭，吕振宏拿到上位优势，带入地面，开始他的压制之旅，用砸肘啊，直接将对手的头部给打开了一个大伤口。裁判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叫停比赛。在这波回放中，我们能看到，在近身的拼拳过程中，吕振宏的肘部一肘下去，鲜血飞溅。哎呦，这个画面啊，实在是太过于刺激了。在视频的最后，让我们恭喜吕振宏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也同时恭喜他拿到了冠军胶带。这个2节由吕振宏来统治，嚣张的叶夫根尼终于被打回了俄国老家。恭喜吕振宏！